Hello，大家好，这支影片是睽违4年，爸妈再次来到日本旅行的影片。整体的行程呢是6天5夜。这次除了会在京都玩之外，也会到金泽，还有白川乡合掌村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家都是老公在担任带路、开车、安排行程、导游的角色。但是这次因为他去美国出差，所以不在。只好由我自己带着爸妈一起玩这次的旅程咯。第一天下午1点半左右，爸妈抵达了日本关西国际机场，在这边给了他们一个小小的挑战，请他们自己搭巴士前往京都。趁着上次搭星宇航空回日本的时候，就把巴士站的位置跟买车票的地方都一起拍成影片传给爸妈。他们也成功的找到巴士站，搭上了前往京都的高速巴士咯。从机场出发后约1个半小时就会抵达京都车站的8条口，这一带也是来京都玩的话非常推荐的住宿地点。这次选的饭店就是在立木津巴士下车后的正对面，旁边还有 7-Eleven， 非常方便。在办完 check in 放完行李之后，马上的想要到日本的便利商店看看有些什么可以买点点心来吃。这天没有安排太多的行程，带爸妈在京都车站附近走走逛逛。在稍微逛逛之后呢，我们决定稍微早一点来吃晚餐。我们来到的是京都伊势丹百货的楼上，9楼的拉面小路是非常多观光客都知道的地方，但其实在它楼上还有一小区的美食街。这次选的是爸爸最喜欢的鳗鱼饭，世代木菊川这家鳗鱼饭其实是名古屋非常有名的一家餐厅。除了在名古屋之外，关东和近畿地区也有不少店家。最有特色的就是他们的一本鳗。如果不想要只吃鳗鱼的话，其实也非常推荐他们的天妇罗套餐。隔天一早，我们计划去清水寺，在新奶咖啡吃了简单的早餐之后呢，我们就往京都车站中央口方向前进。但是从来远远的就已经看到巴士站前已经大排长龙，眼前目测至少还要3-4台公车左右，我们才有机会上车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决定直接客金搭计程车前往清水寺。在日本搭计程车的话，多数都是可以直接刷卡的。Google 一下计程车的车资，从京都车站搭到清水寺，大约是落在1800左右。虽然比搭公车贵很多，但是省下了不少时间。清水寺算是来京都玩必访的景点之一。虽然才一大早，清水寺里面已经挤满了非常非常多的游客。跟爸妈介绍，这是清水的舞台。爸妈这次印象最深的应该是英语瀑布。对于外国人来说，英语瀑布应该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体验。爸妈也觉得非常有趣哦。顺着清水板一路往下走，我们看到了很多有趣的小吃店，走走逛逛都还蛮有趣的。
在清水板附近逛完之后，已经接近中午了。清水寺附近其实也有不少的餐厅，但我们还是决定稍微散步一下，去河原町附近再来吃饭。第一次品尝了大阪非常有名的神作拉面，因为白菜的汤底比较清淡一些，所以爸妈吃的都还蛮开心的。到了晚上以后呢，我们来到的是有豆巴西楼上，选的是这间蛋马牛，它是呷哺呷哺跟斯迪亚 k 可以吃到饱的餐厅。虽然等待时间等得蛮久的，但吃到饱食べ放題真的是国籍問わずみんな大好き。旅行的第3天，来到了这次的重头戏。这一天，我们要从京都车站搭车到金泽。一直以来都是可以直接搭雷鸟号 Thunderbird 直接特急从京都到金泽。但是这一天3月16号，北陆新干线通车到了敦贺站。雷鸟号现在只有开到敦贺站，从敦贺站到金泽的这一段区域需要搭北陆新干线。由于是第一天通车，事前没有办法查到太多的资讯，再加上看到新闻说月台稍微有一点距离，可能转车时间会有点不够。其实一路上还蛮紧张的，不晓得能不能够顺利转车。ご乗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こちらは乗り換え改札です。お手持ちの乗車券特急券。これは新幹線の上から特急券の乗車券すべて重ねております。虽然老公事前已经帮我们准备好车票了，还是会有一点担心说转车来得来不及。不过还好，当天抵达敦贺站之后呢，车站的人员引导指示都做得还不错，跟着人潮走，跟着指示走，其实很快就找到了北陆新干线的月台，顺利的搭上前往金泽的北陆新干线。抵达金泽车站后，当地有着非常多庆祝北陆新干线通车的活动，才一出站就马上有人列队欢迎，还一人拿到一份限定的小礼物。除了小礼物之外，当天还有看到艺伎的表演。在金泽车站最有名的古门前，还有当地大型的表演，聚集了非常多的游客。在金泽车站寄放好了行李之后呢，来到了金泽车站的巴士站，准备前往近江町市场。金泽市区的景点其实都非常的近，在景点之间移动的话呢，周游巴士一日券其实还蛮推荐的。
OK，这边就是晋江町市场。还有晋江町市场是我心目中一直很想要带父母来玩的地方，原因是我们家人其实都非常喜欢吃海鲜。那晋江町市场有非常多的渔货、寿司店、海鲜冻店，真的是非常推荐给喜欢吃海鲜的人。除了可以买到很多金泽特色的土产之外，很多海产店也可以当场现吃，像是我们吃的牡蛎还有海胆。一口无法，一口真的是太大了。妈妈好便宜，很便宜。带长辈出国真的是逛市场，他们都会非常开心。一路上买吃吃的，爸妈其实都逛得非常开心，看到什么都觉得非常新奇有趣。当天因为是庆祝北陆新干线通车的关系，晋江町市场也有很多店家贩卖着限定商品，整体非常的热闹。这天的中午，我们来到的是当地非常有名的回转寿司摩利寿司。那因为它太有名了，所以其实蛮建议先抽号码牌之后再去逛市场比较好。它和一般的回转寿司一样，都是从平板点餐，所以只要切换语言的话呢，就还蛮容易理解的。虽然他们有繁体中文，但老实说，很多翻译没有翻到很到位。如果也有遇到类似的状况的话，建议可以切换成别种语言看看，可能可以切成英文或是日文看看，说不定反而会比较好理解。进江町市场之后呢，我们搭着计程车来到了金泽最具代表性的景点兼六园走走。兼六园其实是日本非常有名的庭园。虽然这个时期樱花还没有开，但是里面的梅园已经盛开了，所以除了有看到兼六园最经典的景色之外，还有看到许多梅花。在兼六园如果走累的话，其实也有很多茶屋可以坐下来喝杯饮料，吃点点心，算是蛮适合带长辈逛的一个景点。从兼六园回到金泽车站，我们再次搭了计程车。带长辈的话，其实一起坐计程车会是一个比较舒服的选项。提着行李，我们来到了金泽车站的西口，是因为明天要去河长村的巴士站就在这附近，所以我们选择离巴士站比较近的位置，当做这次的住宿地点。因为是3人房的关系，房间里面空间感觉比较大一些。在饭店的时候，我们也开箱了在车站拿到的小礼物，里面到底有装些什么？我把它打开看看。石川的一些观光的事情，加贺温泉。笑啊，可爱。这是什么东西？啊？棒！可是这感觉会很好吃啊。有一个金咖啡。
待在金泽的时间虽然只有1天，但是因为是去自己非常喜欢的地方，所以也觉得过得非常的充实。这天的晚上，我们走回到金泽车站内，吃了非常有名的关东煮黑百合。除了关东煮之外，它有很多特色料理，氛围上比较像是可以一边吃着关东煮，一边配杯啤酒，稍微聊一下天的地方。整体的感觉还不错哦。那么这次的影片就先分享到这边，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白川乡合掌村以及下吕温泉的影片咯，拜拜。